严蛋，你怎么还吃得下啊？不是你说的吗？这不是茶话会吗？不能吃啊。不是，刚刚说了这么多鬼故事，你不害怕呀？说实话，你们刚才讲那些鬼故事，真的比我在画本里看到的逊色多了。哦，你那么有本事，来说一个听听，我也想尝尝害怕的滋味。行啊，既然你这么诚心诚意的求我，那我就好心好意的给你们讲个鬼故事吧。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在听我讲鬼故事的时候，大家必须都得闭上眼睛。若是谁吓得睁开了眼睛，那就算输了。输的人呢，要围着这个篝火正着跑10圈，然后再反着跑10圈，最后坐到自己的位置上。听明白了吗？行，那大家把眼睛闭上吧。闭上。我开始了啊。说着从前呐，有一只修炼了1000年的蛇妖，爱上了一个道士。这个道士表面跟他情投意合，其实是想把他的妖缘拿出来敛淡。最后，那个蛇妖被爱冲昏了头脑，对道士毫无防备。就在两人拜天地的时候，道士趁其不备，偷取了他的妖缘，并且将他推下了悬崖。你怎么抢别人的话说啊？这个故事呢，我很早以前就听说过了，所以提前宣告一下你的失败。行啊，既然义兄涉猎这么广泛，不如你也讲一个，让义妹我尝尝害怕的滋味啊。没问题啊。你做什么？严蛋，你别害怕，那个是降妖堂发出来的声音。师兄们每次云游回来，都会把捉到的小妖送入降妖堂关押。这堂内啊是机关重重，堂外呢又布下了锁妖阵，所以会时不时发出铃声。哦，怎么害怕了？谁怕了？那就乖乖的把眼睛闭上。闭就闭。听好了啊。从前呢，有一对夫妇，丈夫和一个砍柴的樵夫一起上山砍柴，去了很久都没有回来。于是妻子匆忙地去山上找他，找了很久，却只发现砍柴的那把斧子上面血迹斑斑。妻子呢，以为自己的丈夫已经死了，就哭着回家了。结果过了10日，丈夫突然又回来了，妻子欣喜万分。妻子就问他，说你啊，这段时间去了哪里？丈夫说，他在山上迷了路，找了好久，才找到回家的路。妻子第2日去了集市，遇到了和丈夫一起砍柴的樵夫，便问其此事。樵夫突然大惊，哎，你的丈夫10日之前便已经死了。于是呢，那女子不安地回到家，就看到自己的丈夫正低着头在找什么东西，突然有一双手臂抱住了他。就这，唐天师，你这辈子都吓唬不了我了，好吧？还有，夫人，我的头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。你能帮我找找吗？啊？我这是怎么了？
严丹姑娘，你怎么了？你有病啊你！你不是说我这辈子都吓不着你吗？哎，你拿的是我的酒。睁眼了，跑吧。小人。当初发现的3个捉妖法阵，其中2名捉妖师的所在地，你都去过了，如今只剩最后一个。凌霄派，严丹一定在那儿。山主，山主，丹鼠呢？他怎么没和你们一起回来？那日我和丹鼠分头行动，后来他迟迟未与大家会合，我们便寻到他最后出现的地方，发现那里只有捉妖法阵的痕迹。只怕丹鼠也落到了捉妖师的手里，还请山主一定救救他。你在这个世上活1日，龙族便不会放过你。如今你在明，他们在暗，你一个人去太冒险了。这样吧，我陪你去。凌霄派不比平常的小门小派，我一人前往便可以。你赶快带大家回去吧。现如今，耶兰山需要你。严丹是我弄丢的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会毫发无损地把他带回来。龙丹竟然不在你体内，真是天助我也！不想死，就快滚！我说过，只要你的鳞片在我手上，但凡你施法，我定能顺着灵力掌来，将你诛杀。上次是我轻敌，今天我必亲眼看着你死透！他已被碎魂钩所伤，灵力大损，必然跑不远。给我好好搜，每一寸角落都不能放过。是。我们走，去那边看看。是。雨墨哥哥，周兰，你3番5次让那酒气逃走，此次又在凡间的第1大捉妖门派的凌霄派大打出手。幸好事后抹去了痕迹，若被凡人发现，那还了得！你要记住，若想成为四海之首，靠的不仅是胆识，还有谋略。
是孩儿办事不力，还望父王息怒。不过，我此次虽未能剿灭雨墨，可我却发现他的龙丹已逝。现在他已身受重伤，且没有龙丹护体，孩儿可以向父王保证，一定会在半个月之内将其诛杀。好，加派人手，继续追寻九旗的下落。与南海联姻之日将近，此事关系到你的将来，也关乎到我整个东海龙族的命运，所以务必尽快将其斩尽杀绝，但切记，不可让他人发现。是，父王。今日掌门命我下山讲学，这道禁制我就先给你解了。多谢啊。晚上我想喝核桃粥，哎，在我回来之前，你把这核桃都给我包了吧。好的。你呢，也别想耍什么滑头，这门口有道禁足符，你出不去的。不是，咱俩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的？要如此虐待我？别忘了，你私藏我簪子的事情，我还没有跟你计较呢。小人！大师兄。山上的日子对姑娘来说太过清苦了，我做了碗甜汤，尝尝。多谢大师兄。啊，还是大师兄好啊。那个小日子过得还不错的义兄，成天就知道欺负我，把我关在这屋里当苦力，给他包核桃。哇，不愧是大师兄，厉害厉害！师弟这般待你，姑娘为何还如此任劳任怨？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嘛，他不仁，我不能不义啊。跟你说句实话吧，其实我是迫不得已才给他打杂的。严淡，其实第一次见你，我就对你一见倾心。经过几日相处，我越发明白自己的心意。以前你在这世上无依无靠，今后若是你嫁给我，我定会保护你、照顾你，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哼，这么突然，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呢吗？也是了，我是知道自己其实是比较有魅力的，可是此事，怕我义兄不会答应。唐州愿不愿意不重要，只要你同意就行。大师兄所言，我甚是感动。但是婚姻大事，我还是得跟我义兄说一下。虽然我父母早逝，可是我母亲曾经跟我说，女子在成亲之前，必须要核下对方的八字，看看是否合适。如果你要是不着急的话，能不能等我几天，我再给你答复？终身大事，谨慎一些也是应该的。那我去写八字。
雨墨哥哥，雨墨哥哥，你感觉好一些了吗？我已无事。当年我在天上弯龙角神散，几近晕厥，是你用灵丹救了我一命。没想到多年之后再次见到，你又救了我一命。如此算来，我也是欠你2条性命了。雨墨哥哥，你我之间无需这般见外。当初天上一别，谁能想到，竟相隔这么久才得以见面。雨墨哥哥，你找到颜丹了吗？找到了。那你们可还适应凡间的生活？凡间的生活，自由自在，毫无压力，不像是天庭之上，清冷、压抑。我们2个过得挺好的，你呢？我和敖轩的婚期马上就要到了。敖轩心机深重，绝非良人，你断不可因联姻之事而被裹挟，也不可因南海利益之事牺牲你自己的一生啊！谢谢你，普天之下，也只有你，能如此设身处地的为我着想了。你离开这么久，颜淡怎么还没来找你啊？颜淡已经被捉妖天师捉走数日。我此次出行，便是来寻他的，没想到却碰到了敖轩。现在颜淡生死未卜，我必须马上前去救他。我同你一起去，颜淡也是我的朋友，说不定我能帮上什么忙。不行，若是敖轩知道，便会拖累于你。我不怕被拖累。那也不行，就算敖轩不知道，你的父王也定会派人前来寻你。我不想拖累你的父王，更不想拖累南海。你说的对，如果我跟着你，只怕会加重暴露你的风险。敖轩知道你没了龙丹，定会想尽办法赶尽杀绝。这是我的逆鳞，你带在伤处，任何法器都无法击穿。如遇威胁，还可以此换我相助。不可，逆鳞乃龙身上最珍贵的宝物，我断了。此物过于贵重，我断不可收。只有你平安，才能找到颜淡，也只有你平安，我。赵兰对我的情谊，我无以为报。现如今，我隐居野兰山境，若之后南海有什么危险，你随时可以唤我，我定舍命相助。我会尽量拖住敖轩，东海不愿其他水族知道九岐在世，有我施压，他定会收敛一些。等你找到颜淡，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好。待风平浪静之时，我定会带他前去见你。一言为定。主要是你伤了元气，这药你补补。哎呀，不必了，不必了，不用那么客气，我没受伤。谁知道你给我吃的什么药？是不是在借机报复我？我这好心照顾你，居然不识好歹。行，那别喝了。哎，别，开玩笑。开个玩笑嘛，我喝。我来，过来。
这平时都是我伺候你的份儿，没想到也有你侍奉我的一天。费那么多话干什么？喝药都堵不上你的嘴。再来一口。掌门好。你救了他2次，如今又如此尽心尽力的照顾，可否对他动了情念啊？掌门误会了，昨夜义妹为了保护师门弟子而受了伤，她在这里无亲无故，理应照顾她。弟子绝无其他的非分之想。你乃修行之人，将这些红尘俗事置之脑后，自然也是修行的一部分。当年你师父信誓旦旦地跟我说，你乃天选之人，日后定会成为凌霄派的栋梁。这些年，你也没有辜负我们，你的身上肩负着凌霄派的未来。天师以收妖做法，替天行道为毕生所求。身为一派之长，须明了世间万物皆为虚空，既不受红尘所扰，必当心无旁骛，断情绝爱。弟子对掌门之位，并没有企图。若是凌霄派需要，我愿为师门一生苦修，不染凡尘。你唯有成为掌门，才能真正的带领凌霄派蓬勃前进。希望你不负师父所望，肩负起守护师门的重任。凌霄派的盛衰兴废，全看你了。是。如今王都突现异象，百姓人心惶惶，安都王因而张榜，广招天师除妖。此乃师门扬名立万的大好时机。吾将此重任交付于你，代表凌霄派前去王都，继任大典后，即可动身。好。唐州秉承师训，今日受掌门继承者之法环。法环在手，约束于心，从此断情绝爱，了却红尘。轮转中为此面风章，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萧瑟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与君别后，一山我下转一程，山海无路万心中。与别还休，恭喜师兄！青灯微秀，烟火岸上有白首，一朝天涯傲红豆，去到人间锦绣好时候，胆敢再开人厮守。有没有见过一个手上有菱形印记的姑娘？你是谁？为何寻她？难道她就是杀害严丹全家的那只妖？此番是来寻仇的？说不说？她和我师弟去了王都，接王榜。
王都来了这么多天使，看样子这宫里的妖物一定不简单呢。待我们收了那妖物，便可以回去进宫了。来，来。安都王有令，所有接下王榜之人暂且在此客栈歇脚，明日一同进宫。难怪这安都王广招天使，这又是乌鸦又是血水的，实在是太蹊跷了。近日王都中生于此事的女子大量失踪，想必定与宫中的异象大有关联。哎，我听闻整座王宫白花缠绕，如同国丧一般，实在太不吉利了。你说这宫里不会真的有妖吧？你对捉妖感兴趣？还不是因为你掌门让你过来降妖，你非带着我干嘛？怕你这个小妖祸害凡间。你不是要找什么神器治疗你身上的伤吗？你为何不直接跟你们掌门说，反而跑过来捉妖了？师门任务理应恪尽职守，我不想让掌门担心。等找齐了神器，再说不迟。怎么回事？附近有异动。严丹就在附近。于墨，严丹，于墨，我可太想你了，你终于来找我了。严丹，我一直在找你，但是我找不到你，你没事吧？啊，你这身衣服挺合身的，哪儿偷的？我这身衣服说来话长，把我当空气了吗？我朋友来找我了。你就是那个白吃了我一盒点心的小子吧？严丹是不是你绑的？没错，就是他。他有没有欺负你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人可狠毒了，他把我当成奴婢使唤，让我给他洗衣做饭、剥螃蟹、研末，最关键的，他还逼我吃鱼。于墨，你就是他的那个于朋友，表哥于黑土啊。我的名字不是随便谁都可以读错的。你是于妖，为何身上没有妖气？今日我们归家心切，不便与你纠缠，改日定会找你算账。我们走。天师捉妖，天经地义。严丹，你先去一旁，我会帮你把这些天吃的苦全部讨回来。你既想开打，我当然奉陪。这两个靠山我可是都要靠的，无论打伤了哪个，都是我的损失啊。别打了，这么多瓷器也赔不起啊。那都是他打碎的。其实我刚才也夸大其词了，他对我吧也没有那么差。他把你带走这么久，你还替他说话？好啊，那我就速战速决。来，好。我这细胳膊拧不过你们这两条大腿啊！怕了，溜了，你俩打吧，吃饭记得叫我啊。诸位天师捉妖有功，本王赐你们黄金100两。即日起，张榜诏告，祸患已除，百姓安乐。谢殿下。禀殿下，在下有一个小师妹，曾在宫外与王妃在戏班一起共事。小师妹虽不知王妃生前是妖，但却知王妃心地纯良，绝不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，所以在下断定，此事必有蹊跷，还请殿下明察。休要信口雌黄！既然你师妹能跟妖做朋友，莫非你们也……
这位天师其实是我的一位唐天师，不必与他们计较。我们两个本是凌霄派的弟子，我是他的大师兄，他是我的小师弟。我们凌霄派的威名，岂是你们这些小门小派在这里污蔑的？好自为之吧。你刚刚说你小师妹和王妃是旧时之交，你能在此替她说话，想来也定是重情义之人。不过此事，本王已有定夺，尔等无需多言。禀殿下，在下无意之间听到过王妃生前所吟之诗，在下猜测，王妃能写出这样的文字，其中定有隐情。说不定，她在宫中给您留下了什么。啊，当然，这件事情也只有您知道。上穷碧落下黄泉。现如今，他已经是下了黄泉。那上穷碧落，殿下，让我来试试。殿下，木匣上被人施了特殊的灵术，普通法术难以打开，恐怕还要另想其他的办法。既然你可以找到这个木匣，那本王相信你一定也可以找到打开这个木匣的方法。这是爱妃留给本王最后的东西。今夜此时，我在后花园等你们。将臣画中蕴藏的深意，竟然被他一语道破。看来山境中传言非虚，于墨提亲将臣被拒。看来于墨是真的很喜欢、很在意将臣啊。参见殿下。爱妃如今已经灰飞烟灭，我便再次埋了一些她的衣物，为她立了这衣冠冢。她生前最喜欢喝梅子酿，我特意命人多酿来几坛，今夜亲手为她祭酒，愿她能够安息。殿下既然如此爱慕王妃，为何还要找人杀她？有些话，本王无处诉说。今日听闻你师妹与王妃是旧相识，便特意召你们前来。本王与将臣夫妻情深，王妃是处处为本王着想，都是因为本王身患怪疾，王妃是为了给本王治病，才出此下策，杀人炼丹。纵使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本王，但她罪孽深重，错了便是错了。本王总要给那些含冤而死的女子一个交代。殿下对王妃情深意重，众多女子
无辜惨死，宫中谈话依然未能消退。若不做法净化一番的话，宫人会受怨灵侵扰。还望殿下准我们在宫中暂留一下，驱赶怨灵，消除怨念。那便有劳天师了。王妃本是梨园名角，可精通炼丹之术，殿下却从来没有猜忌过。哦，也就是说，殿下早就知道王妃是妖。不错，本王早已知晓此事。当年本王在南都养伤，杀机四伏，爱妃就曾落过妖身，救过本王的命。从前我没坦白我的身份，骗了你，你不怪我吗？我可是妖，你不怕吗？你可知，你现在在我眼里的模样，更像仙子。无论你是何身份，你都是救我于危难，伴我于孤苦的将臣啊！当时本王深信爱妃心地纯良，是人是妖又有何所谓？所以我承袭王位之后，立马封她为王妃。只是没有想到，她爱令智昏，为我犯下了如此罪孽，终究是本王对不住她。在下与王妃亦是旧相识，得知王妃已逝，在下也是心痛不已。不知可否借殿下梅子酒一用，让我祭奠王妃，告慰她的在天之灵呢？一眼果然在她身上。她身上为何带有镇妖之物？若不将此物除去，恐怕无法拿回一眼。能有人与本王一同悼念王妃，吾心甚慰。现如今斯人已逝，还烦请殿下节哀。好不容易把你从唐周的手中抢回来，咱们两个也算是久别重逢了。要不要饮点茶？怎么了？我看你可是无精打采的，不开心，还是有什么心事？要不要我陪你聊聊？云墨，你怎么进我妖园里了？让你偷偷溜出去，现在知道山主大人的好了吧？这是花露，可以滋养妖元，快喝了吧。没想到我们的久别重逢，竟然是因为将臣之死。云墨，你现在还好吧？我能找到你，自然好极了。
于墨能把最珍贵的一言给将臣，定然情深意重。如今将臣不在了，他怕是万般难过，不愿多提。我还是莫要再说此事，徒增他的伤心了。严丹，你们今日找到的那个檀木匣，上面纹着的是我们花间族的锁心藤，每颗藤的打开方式不同，你们后续要多多调查，来寻找打开的方式。好。还有，我知道一眼对你来说十分重要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找到他的。我已经知道一眼在何处了，只是现在暂时没有办法拿回。待时机成熟，我一定会将它取回的。而且一眼可以帮助你恢复人身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回家了。于墨呢？今天他怎么不来护花啊？我们山主大人刚刚痛失挚爱，只怕他想一个人悼念悼念，你就让他先缓一缓吧。他喜欢将臣。于墨曾经把自己最重要的东西给了将臣，可没有想到将臣还是选择了别人。这么多年，于墨对他念念不忘，没想到重逢之日便是死别。于墨心情肯定不佳，如果日后有冲撞你的地方，还请你多多体谅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专门用来净化怨灵的净身符。那妖妃果然厉害，竟然连凌霄派的天师都除不掉这些花。这怎么办啊？天师，请问，这里昙花是何时出现的？这月初5，王都内诸多生于子时的女子失踪，闹得人心惶惶。初始那日，妖妃的宫外便生出了这些昙花，一定是她将那些女子给活活生吃了。他们的怨灵才不肯离开。那最早的异象只有昙花吗？血河和乌鸦又是何时出现的？昙花疯长后，殿下第2日就召了天师入宫，但那妖妃好像并不害怕，反倒是变本加厉了起来。几日后，护城河突然血水横流，引来了成群的乌鸦。再后来，昙花越开越多，整座王宫都被白花缠绕，吓人的很。别说了，走吧。其实安都王早就召来了天师，为何反而生出了更多异象？就算将臣想帮安都王炼丹，可怎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当众作乱？唐公子，你四处奔走定是劳累，我为你泡了杯香茶，你可以先坐下歇息片刻。不必了，任务在身，就不劳侧妃了。侧妃赐茶，不接只怕不敬。你表现得随和些，接下来才好套话。别闹了。唐公子不必着急，你且安心饮茶，我自会将宫中的情形一一告知。多谢侧妃。哦，对了，侧妃，你宫中的修炼用物都是何人所用啊？殿下酷爱修行之术，在巡游中与我结识，便将我强行纳为了侧妃。此后，他便常让我做一些修炼用物、灵文符咒与他使用。
方才公子所见的净身符便是其中之一。不过，至于殿下为何要此物，又用作何处，那我便不知了。这个裴洛，表面上对将臣一往情深，背后却强抢民女。看来我们猜的没错，他就是狡言违行，这背后一定另有阴谋。那他所用的净身符，可否与我一看？同为术士，自该相助。9位，此物需每日更换，这张符纸便是刚换下来的。如若9位身中，定是每日悬挂于9阁之中。多谢侧妃解惑，我先行告退。无妨。帝君，元旦，我们来日方长。殿下，不知殿下身上一直所佩的饰物是为何物？哦，这个是之前宫中来的捉妖天师，担心宫中妖邪未退，便给了我这千年桃木，驱邪镇妖，用以御身。千年桃木实为辟邪神器，可是桃木性烈难调，若碰到相冲之物，必然适得其反。不如我帮殿下瞧瞧。这个天师就不用操心了，我以左以玳瑁，其棱角幻土融入其中，助其电照风行，物尽其用。这几位用料颇为讲究，若不是修炼之人，极难知晓。他怎会对术法之事如此了解？难道在私练功法？殿下，有一名天师今日进了侧妃宫里。我还有些政务要处理，天师先自饮吧。殿下请便。其他烛台上皆沾有蜡油，为何这支如此干净？除非它不是用来点灯的。此处灵力聚集，定是裴洛修炼之所。可惜镇妖符在此，唯有唐周能破，便宜这小子了。这酒不仅有草木粮食气味，还隐隐透出一股血腥之气。
我靖阁仙才发的信号，你来的倒挺快。我是担心你的法力平平，拖累我和颜淡。你们快来看，是之前失踪的那些女子。这些女子是被割喉放血而死，看来并非是妖邪所致，而是人祸。难怪那小子跑得那么快。放心吧，我已经在他身上设了追踪符。哦，那还不快追！哦。这边，追踪符已破，他发现了。来人啊！有刺客！有刺客！刺客往那边跑了，快追！殿下不必担心，追踪符设有临粉，灯火一熄，临粉亮起，暴露无遗。你果然在私练功法。你诈我！你虽为人，为祸之身却远胜妖魔，居然还以桃木符傍身，真是讽刺。堂堂万妖之王，还不是需要一个肉体凡胎相助？等着吧。别聊了，快点吧。哇，谢了。积血文，以血献祭，皆为邪术。残杀子民，以满私欲，怎配为一方王侯？若有我，天下作甚念，有何要紧？若无我，又何来天下？你为了一己私念，屠戮生灵，陷害挚爱，居然还想把罪名赖在我们的妖的头上！你们身为天师，却携带妖物，道貌岸然，也敢质毁本王！哎，你可是整件事情的始作俑者，可别说把他打回真身这件事，与你无关啊！我与此花有何干系？多说无益，今日我身上这纹路，怕是要多加几道了。
就要炼成了，你们拦不了我。你的不离锁对花有用吗？法术记下，你是花是人，我皆能将你召回。你要干嘛？我有办法了。林丹，快走啊！一步！严大，谁让你自作主张了？就该把你关在玉虎路里。只要能为将臣报仇，这点花瓣不算什么。丹药以血淬炼，聚阴生煞，符之五脏俱焚。你将不知血河、乌鸦异象、杀人炼丹的种种罪行嫁祸在将臣身上，你还口口声声地说爱他，你懂什么是爱吗？是他先负的我。裴洛半生受疾厄所缠，痊愈之后，却依然没有满足，不惜杀人炼丹，还害死了自己爱的人。这就是人世间五毒之贪了吧？而将臣痴心相附，舍身护佑，最终却换来了一个离心的结局。可见人事都转，七情历练，人最终还是要更爱自己的。我要把这些全都记下来，为以后排演。这样，无心者观情，有心者自省，这样世间就可以少几桩悲事。元旦，哎，顺德，我做了一些小菜，你尝尝看。哇，这些美食好漂亮啊，我从未见过。顺德，你真是心灵手巧。你尝尝看。这些菜都是天界做法，你前世今往自然没见过，只是一些家常小菜罢了。你要是喜欢，以后我每日都做与你吃。这味道，我怎么感觉在梦中好像尝过似的？你喜欢就好，多吃一点。嗯。元旦，我初来乍到，与谁都不亲熟，心中实在是寂寞。唐公子救我于危难，我却不知他有甚喜好，难以还报，实在是很焦心。我只能来请教你。嗨，真的，他这个人吧，喜欢整人、翻规、欺负弱妖，
别看他表面温文尔雅，内心非常的黑暗。上一次他就开始这些似乎都是一些寻常小事，你可知他有什么特别的喜好？特别的喜好？今日之后，我要带他离开这儿。我说过，我要连你一起抓。这么说就是要开战了。好啊，为了以示公平，我绝不用妖力。阁下既然这般小瞧于我，那我也不用领力，一剑分高下。据我多日观察，果然没错。唐周此人性情执拗，爱好打架斗殴，什么事情都要分一个你对我错。你看，这不就开始了？唐公子比武习剑，乃上进之举，我倒觉得颇有魅力。这难道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？果然爱情让人麻木。阁下确实剑法超绝，当为人中英杰。可是为何偏偏不懂得自重，招惹自己不该惹的？难不成想自毁前程？阁下智勇双全，确为妖中王者。但我凌霄派向来以除恶为己任，你，我抓定了。妖中自有好坏，我们野兰山更懂得如何区分惩恶扬善。可是万派之宗，却不分青红皂白，抓捕屠杀，如何服众？驱邪扶正，乃我派宗旨。然，天下生灵皆有善恶之分，我自当恪守教诲，健身明志。还来？等一下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颜淡，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你，万妖之王，野兰山山主。你呢？堂堂未来凌霄派的掌门人。这说出去都是有头有脸、威震一方的人物，而如今却在这里酣战、争强斗勇，这传出去我都嫌丢人，好吗？他竟然是凌霄派未来的掌门，此派掌门向来灭情绝爱，那他……不过我已经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，既然你们两个难舍难分，不如以后我们便一同行动，如何？唐周他身上有顽疾，需要集齐4大神器才能救他的命，不如我们本着仁义之心帮他一把。当然了，你呢？作为回报，你日后若成为掌门人，不可以随意进犯我们野兰山，如何？来嘛，不要那么严肃。江湖嘛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少个朋友天堵墙。再说了，此番我们人妖合作，必成佳话，也可以缓解捉妖师和妖之间的矛盾，这伤亡也会减少。为了顾全大局，你们表个态嘛！好，绝不祸害凡间。必定善恶昭彰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日行一善小队正式成立了。哎，现在大家都是伙伴了，你天天拿那个布里锁拴着我也不是个事儿啊。你不如帮我给他卸了，也算是博一个合作的彩头嘛。来嘛！化干戈为玉帛，以证你的诚心。法术已除，这个镯子就留给你做纪念吧。
我自由了，我自由了！啊，我自由了！这种感觉太好了，我再也不用担心晚上睡觉被撞，白天被挡，而且也不用时时刻刻在唐昭面前啦。结了这法术也好，这样于公子心里应当好受一些。于墨，他怎么了？这几日来，你与唐公子走得近，我见于公子常常独自行走，凝望着你，神色甚是寂寥，大概是觉得受了冷落。被你这么一说，好像还真是。最近他的情绪郁郁寡欢，我每每关心的时候，他都说没事儿，而且他不承认他喜欢将臣。我也不知道他这么做是故意为了让我不再担心，还是另有隐情。爱别离之苦，我曾经历过。毕竟他是你的山主，自然不愿意在你面前展露脆弱的一面。但是他不说，不代表真的没事。否则如何解释他的失落？既然你们关系要好，你应当多陪陪他，别让他觉得寒心了。你说的有理，我绝对不能做一个忘恩负义的妖怪。不如明日我将唐州公子约出，方便你们与公子单独相处，你好好开解开解他。受山主大人照拂这么久，现在是我严旦该报恩的时候了。莫伤悲，莫气馁。大好风光在明日。店中小二说，楼上有人寻我。公子见是我邀请，可是失望了。找我何事？生得偶然间得到一副未解棋局，久思未果，想请教公子一番。我不通艺术。怎会不通？不知为何，我每次看到棋盘，或生学艺之念，就会惊慌烦躁，痛心难忍。你曾经说过，你可以看到过往。那么我想请问你一下，为何我每次在梦中看到一位女子在我面前跳桥，梦里我看不清她的容貌，而我每次醒来，我就会自责痛楚。那可是我以前亏欠之人。你竟还记得他？从卜算之象看来，此女子是公子的劫难，并非正缘。公子过往便是受此女所骗，负恨而死，因而
现在才会发梦警戒。莫要再亲近于他。若是劫难，那他跳桥我定会心生快意。为何我也会跟着一起痛呢？年轻，你来啦！白日在我的房间，你用了很多笔墨，写了那些美好的词语，是为了什么呀？你看，这些是我给你做的天灯。近来我看你心绪郁结，要是我对你不管不问的话，未免也太不仗义了吧？我听闻，凡人如果有烦恼的话，他们会把烦恼写在天灯上，然后放出去，这样烦恼就一并消失了。要不要试一试？来，你写一面，我写一面。写完了吗？那我点灯啦。好。哎，等一下。啊？我想看看你写的是什么。哎，不行。小气，还不让看了？想看我写什么之前，我得先看看你的。哎。啊？你随便看，我什么都没写，因为我刚刚想了想，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烦恼。无论是在这儿还是在夜阑珊，我都觉得我过得挺快活自在的。纵然生活中有什么困难，那我觉得也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不想忘记所有的感觉，我想记住每时每刻。既然我已经说了，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写的是什么了吧？好，我写的是，今日你给我送的食盒太难吃了，我一点都不敢动。而且希望你的厨艺能够增长。就这？真没良心，那是我特意给你做的，好吧？前尘往事，不知是否应当坦诚告知。你区一个凡人，也敢在我面前说三道四！哎，龙王，这位龙王您别生气啊，误会了。我们这次来呢，就是为了您，还有昭兰公主的婚事前来的。我们不是来抢亲的，是来和解的。这样，您先把昭衍殿下放下，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，行吗？又是你，无耻小人！你要杀的人是我，与众人无关。玉墨哥哥，可以，只要你于墨自废灵体，然后跪下来向我求饶，我就放了他。不要！这是你们两海之间的家事，我本不愿意插手。可是昭兰有恩于我，你却不分青红皂白，屠戮南海亲卫，又伤害昭兰亲府，你莫要逼我出手。哼，在我眼中，你们已是必死之人，还说甚慷慨之词？我生性不欲招惹风波，可现如今，是你逼我出手。给我上！小心！
护好自己，我去救昭衍殿下。好，唐公子小心！我来。何时拿回来龙丹？水火之王，四海之主，他是九旗。九旗竟然还有血脉存于世间，他竟是九旗之后。赵兰，不，昭衍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3日之后，我与昭兰于东海大婚，到时候，你只需带着于墨的人头作为贺礼，你便还是南海龙王。若无这份贺礼，吉日一过，我大军攻入，你南海青龙族必将不复存在。赵兰，女儿。龙王跟谋士已经商议了2个时辰了，有什么结果了吗？这个龙王不会真听了敖轩所言，砍了我们的头去当贺礼吧？还有你啊，于墨，你是九旗这事儿怎么没早告诉我呢？我只是不知该如何开口，并非刻意隐瞒。哎，我不是计较这个，我生气的是，早知道你不是黑鱼，我天天炖鱼汤喝了。如果这次我真死了的话，那我辛辛苦苦白活了一场，我连鱼腥味都没有闻到，这是我心头一汗啊！若昭衍殿下真要砍于墨脑袋的话，你觉得我们还有机会坐在这儿吗？敖轩为了逼婚大开杀戒，将南海之首视同微末草芥一般，可见其品性暴戾。若真奉此人为尊的话，这四海日后恐怕就只有敖轩一人为王了。可昭兰公主还在敖轩手上，我们在此是祸非福，实难揣测昭衍殿下如何计量。敖轩虽继位龙尊，但他的功力尚浅，只是那金钩法器对于墨颇有针对。杀他不难，但有昭兰之命为之。如果杀了他，这四海必定会大乱。唐公子说的极是，如今九旗之力一显，四海震动，西海、北海必定人心惶惶，这桩家事恐会化为兵变。唐公子，你身份尊贵，应以避难之事为先，实不宜卷入其中啊。圣德姑娘，你说自己是偏门小派的术士，可现如今，你却上识天条秘辛，下察四海变动，还致电起我们来。姑娘的法力和门派，我可真是好奇呀。于公子，龙王殿下急召。于公子不必心急，眼下之事解决完，诸位送我回到师门后，届时一切疑惑自会水落石出。我等着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圣德姑娘也是担心唐州嘛，一番好意了。龙王殿下还等着我们呢，咱们赶紧过去吧。走。殿下有命，此事从密，请于墨公子一人入室相依。放心吧。若要得邯郸之心，必得先除去此人。以我的功力，杀不了他。
须得找个帮手。殿下的意思是要我将敖轩取而代之？敖轩虽为四海龙王之首，但自从其代父执政以来，刚愎自用，横征暴敛，继位之后更是变本加厉。今日之辱，如若让步，来日之南海，未来之公主殿下，只会是滔天之祸呀！让我救回昭兰，自然是义不容辞。可要我以九旗的身份带兵起义，此事绝不可能。东海虽兵力强盛，但白龙族的能力气魄却始终难以服众。如今九旗重现，只需振臂一呼，其余三海必能团结一气，推翻敖轩的暴政。是，九旗是水族子民心中的英雄。没错，唯有九旗可以使其余的龙族诚心信服。正是。有一句话，我想问过殿下。昔日创世之战，我九旗全族被屠，遭灭顶之灾。此后，你们欢天喜地拜东海白龙族为尊，弃我九旗如同婢女。可现如今全是僵尸之时，又盼我前来相助。你们可曾想过，如此厚颜无耻，会遭天下人耻笑吗？殿下，殿下不必如此。我不爱权势，亦不信权势。此生最大的心愿，便是护一方净土，守心爱之人余生。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想。殿下若长跪不起，我的初衷也绝不会变。殿下，此跪不为恳求，只因愧悔。因果报应，终有这么一遭。雨墨，如我告诉你，昔日九旗灭族是他人陷害所致，你本该就是四海之主，他们本该就是你的子民，这方净土，你要不要护？昔日龙族支援军正是上任东海龙王率领，他不仅未加支援，反而趁九旗战敌力竭之时追杀驱赶，令九旗误入修罗族陷阱，全军覆没。之后，他上奏天界，顺理成章成为水族之首。罪证应该在东海龙宫。只要我们推翻敖轩，取得证据，九旗灭族真相便可水落石出。你已是名正言顺的四海之主。于墨，你回来了，怎么聊这么久啊？我看你脖子没事儿，难不成龙王想让你当上门女婿？哎，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有莲青在我身侧，实乃一生之幸。方才昭衍殿下邀我同他一起联合西海和北海，推翻敖轩暴政，救回昭兰。我即刻便要前往西海。我同你一起去。不可，西海和北海的意思尚未知晓，而且你们三人皆非水族，还是留在此地比较稳妥。这也是昭衍殿下的意思。莲青对我的忠心，我记下了。放心，我定会安然归来的。唐周，
颜淡就托付给你了。是我抓的妖，本该由我负责。哎，不必了，不必了，你别再给我照顾进玉葫芦里，我自己能照顾自己。放心吧，我会尽快归来。嗯。你说云墨去一趟西海，会不会又拐回一个西海公主啊？怎么，你吃醋了？啊？说的什么话？我们全野兰山上下都希望我们山主早日走出情伤，娶一个山主夫人呢。我当然要事事留心了。若是真有点苗头，我得赶紧回去通知百灵，让他准备聘礼。这味点心名为月见糕，所用食材皆为南海奇珍，最宜进补，巩固本源。唐公子若是能每日吃上几个，灵力必定会稳定许多，也能少受些外泄亏空之苦。凡人的寿命不过100年，你以10年修炼之力注入糕点当中，只为了缓解唐州猎魂的痛苦，你把唐州的救命之恩看得也太重了吧？并非只因救命之恩。颜淡，我心悦于他，他是我眼里唯一的光。他说的每个字，我都信奉如真理。你为何这副样子？难道你也心悦于他？怎么可能？我连7情6欲到底是什么都还不太清楚呢。